好，金砖峰会才落幕嘛，那我们看到这个巴西鲁拉不是才在讲说美国不是世界的皇帝呀、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是惹到了川普哦？我们看到新一波的这个关税公布出来，川普一个大棒啊朝这个巴西的头上杠上去哦，这一次竟然开征巴西是50%的关税啊！哇，这是目前放榜第二波放榜以来最高的关税啊！这没有夹带私怨嘛？这让大家觉得很难说得过去哦。那巴西鲁拉也很强硬啊，都已经骂你美国说你不要想当世界的皇帝了，你还敢给我磕这个50%？那当然，现在有这个金砖峰会，有金砖国家，大家是一个这个团队的力量，所以他就讲说他要对等回应哦。但任何单方面提高关税的行为，都会根据巴西的经济法来予以回应。我们与世界的往来原则就是坚定捍卫巴西人民的利益。那其实巴西还有更大的一个靠山是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嘛，因为巴西跟美国之间他们有很多产品是重叠的，现在很多都是中国大陆就已经转去巴西来购买了，所以可能这底气也是这样足。不过因为这样子喊出来之后哦，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目前这个川普还是对于巴西的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川普的讲法。The formula was a formula based on common sense, based on deficits, based on how we've been treated over the years, and based on raw numbers.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couple of more coming out today. Brazil, as an example, has been not good to us, not good at all. And we're going to be releasing a Brazil number, I think, later on this afternoon or tomorrow morning. 好，看来川普是挺针对巴西的，所以也让巴西的股市啊、汇率啊都受到了重击。目前看到巴西的股市是重跌了2.29%哦。那巴西币同样也是这个暴跌的情况。另外呢，川普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有讲说，巴西有一个巴西版的川普，也就是巴西的前总统波索纳洛。那他跟这个川普是很麻吉的。那他们在第一任的时期呢，川普第一任的时期，波索纳洛曾经去到白宫，两个人的互动非常的友好。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新冠的时空，两个人一起疯啊，一起喝消毒水啊，这些就是这个形象哦，就立在大家的脑海里洗不掉。所以他说，现在鲁拉对待波索纳洛的方式是一个国际的耻辱，所以就是要来制裁鲁拉。鲁拉怎么回应呢？巴西是拥有独立制度的主权国家，不会受任何人的指教哦，所以鲁拉也没有打算要退让。另外，这个李强跟鲁拉的见面，因为在金砖峰会上头嘛，他提到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联合国以及金砖国家20国这些沟通协调，来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跟中国大陆也有深化战略合作，比方说是医药这些领域哦，有些这个务实的合作计划，而且还有一带一路的这些倡议。那我们看，其实在这个交通方面就已经有这个中国大陆跟巴西要修建连接大西洋跟太平洋之间的铁路就从这个前海港这边这样子连接过来，可以使得这个运输时间从40天缩短到28天。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连接前海港跟伊利乌斯港这样的一条铁路。那当然只有这个基建狂魔可以做得到啊。所以巴西在讲说，中国大陆正在研究怎么样解除巴西鸡肉的限制，接下来可能更多的肉品是转向这个巴西来购买，就不跟美国买了嘛。那比亚迪呢也到了巴西去设了新厂，所以双方你来我往这种友善的经贸往来也是现在巴西有底气不理美国的主要原因。贝森特呢就讲，现在美国这个关税收入他们很看好，说这个关税收入大概可以有3000亿元。第二波的这个新关税这个汇率会是怎么算呢？川普讲说会基于常识来算，什么样的常识也没有让大家太明白但是他现在炮火还指向了鲍尔，就说哎呀你还不降息，就说这个慢郎中的行为会让经济发展构成阻碍。美国的媒体甚至提到了
讲说这个川普恐怕底气没那么够啦，因为现在讲得很凶哦，8月1号来会不会又 tackle 了？现在已经 tackle 27次了，也不差第28次了，应该要数下去，大家也不意外了。还有美国的媒体也说，贝森特等人哦，其实为什么会延到8月1号？因为贝森特他们还是有一点理智存在哦。7月9号太赶了，你一下子要对100多个国家这样子谈判，所以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劝说之下，川普才决定延后到8月1号。那8月1号会不会还没弄完呢？会不会又往后 tackle 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川普确实在针对巴西。川普从针对巴西的事件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个标标准准小肚鸡肠、有仇必报的人。而且呢，他报仇的时候，他如果觉得你比他弱，而且你退缩、你软弱，那你死得更惨。这就是川普的性格。好，那他为什么会对巴西有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在2波，第一波14个国家，第二波8个国家，巴西是关税对等关税最高的50%？为什么？第一波大家记得吧？缅甸最高40%。那这一波在公布之前，川普说了一句话，他说金砖国家里面，反美的要去美元化的，我就给你加10%。那意思出来啦，原来第一波最高的是40%嘛，然后再加10%嘛。所以巴西这边50嘛，就变成22个国家里面关税最高的标的嘛。好，那为什么川普会挑中了巴西？第一个，他就帮巴西的小川普博索纳罗在出气嘛。他其实就已经干预了，因为博索纳罗因为贪污案还有煽动暴动案正在被巴西的司法单位调查中。那川普就要求鲁拉说你不能去用司法的方式去对待博索纳罗啊。但鲁拉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干你屁事啊，就不理他嘛。所以川普就这个来报复嘛，这一个嘛。第二个呢，巴西本来就是当时金砖国家，一开始南非没有加入4个发起国之一，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来举办。那在这个会里面，这个鲁拉对川普一点都不客气，你当然就惹火了川普。可是他这次搞上了巴西，他不见得可以得逞啊。因为基本上巴西对美国在贸易上面不是顺差他没有盈余他是逆差而且他对于美国进到巴西的很多的工业制成品，他采零关税你现在如果巴西要采取报复的措施，给你用高关税的话，那你美国也要受伤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只会刺激巴西更加的靠向哪里？更加的靠向中国嘛。好，那川普这个人虽然小肚鸡肠、有仇必报、爱吹牛，可是他有时候的吹牛是乱吹的，也不要太在意。我们上一段不是提到吗？他说在白宫内阁会议说要去炸哪里？要去炸北京，要去炸莫斯科，他不敢他就是怕中国，也怕俄罗斯嘛。所以他现在才要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让乌克兰泽连斯基再撑一阵，然后才制造了一个双方可以进行停战谈判的空间，把它创造出来吧。好，最后一个我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关税上一次7月9号我就说7月9号不会有结论的。7月9号一定会继续延的，现在延到8月1号，到了8月1号会不会继续再延？如果那时候情况跟现在一样，都是川普片面的定下来，例如日本定了25，日本根本跟他没有谈定韩国说也定了25，人家韩国跟他根本还没有具体的谈。在这种情况之下，到了8月1号，势必会再继续的延下去。不过现在有一个人非常的紧张，叫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发现第一波的14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第二波也没有，都已经脱光衣服把该给的都给了。但是为什么川普完全不恋台湾，这么样的诚恳，这么样的跪舔，还是什么
都不给，连名单都不放进去。当他看到这个第一波、第二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一样，从日本、韩国、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到印尼，到中南半岛里面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然后再加上南亚靠东盟比较近的斯里兰卡跟孟加拉，他发现他对于中国形成的供应链，他已经开始要逼这些国家来跟美国做谈判了。可是竟然没有台湾呢？会不会台湾连作为棋子的本钱都没有了？这一点应该是赖清德现在非常焦虑的原因。好，谢谢老师。其实你知道，川普对于这个巴西这样子的作为啊，从贸易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没有必要把这个巴西增加50%，因为事实上去年两国的贸易啊是怎么讲呢？美国是赚了巴西的钱呢，巴西并没有赚美国的钱呢。去年双边贸易啊，美国卖到巴西的是497亿，那巴西卖到美国的是423亿，所以美国还从巴西多赚了74亿。所以呢，你现在对巴西的产品增加50%，然后呢，巴西一定也会对你产生50%，所以你本来从巴西市场是一个赚钱的市场，你这样一搞的话，你这个钱赚不到。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川普出牌啊，这个逻辑很混乱，政策很混乱。那他当然刚刚那个邱委员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对他的好朋友波索纳洛对巴西的处境他不满。对，所以他是明写的哦，他在写给巴西总统的信里面，他写的他说巴西对全世界备受尊敬领导人的方式是国际的耻辱。他说要求那个巴西立刻停止，也就是说他干涉巴西的内政。所以巴西内部非常反弹，非常严重。他说我们这个是国内的政治的经过司法机构在处理的案件，这是纯粹巴西的内政，美国有什么权利在这边说三道四的？所以我觉得川普事实上的话，真的跟他自己讲的一样，他第二任期除了要怎么样治理一下美国之外，还要做全世界的领袖。他把巴西当作美国的一个州在处理了，可是巴西会变成美国一个州吗？巴西很简单，巴西的国土你知道多大？851万平方公里，全世界第5大国，人口2.15亿，所以它是世界的这种大国，在川普眼里面也不当一回事。所以这个川普真的是目中无人啊。不过这次川普为什么到了9月7号、9月8号又重新公布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的税率，就是他第一次公布，从4月2号到9月7号，几乎是没有人理他，没有一个国家理他。那到现在他只好摸摸鼻子，再重新公布一次，说我要8月1号。大部分我看美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他可能8月1号的时候，他又要怎么样，又要他口了。对，所以呢，川普的这个国际声誉、国内声誉真的是现在来讲是每下愈况了。那如果说这第2轮还是大家都跟他玩硬的话，他真的就骑虎难下了。好，来问杨老师。川普对巴西的关税4月份的时候是10%，因为很简单，两个国家进出口几乎是平衡的。美国小赚一点，美国出口飞机零件，因为巴西有一个飞机产业，还有呢能源产品，天然气、石油。巴西出口呢牛肉、咖啡，这样子可以来到800多亿美金，23年也是如此，所以它只有10%，结果现在变成50%，很简单，这就是赤裸裸的介入他国内政。波索纳罗在5月27号的时候，巴西的最高法院认定他在2022输了选举的时候，企图作弊，企图推翻选举，企图甚至要报政变。然后经过了2年半的审理，确定你这个案子成立。那川普，你否定人家的国内的法律，你赤裸裸介入人家内政，
当然，他也不喜欢鲁拉说你就是一个皇帝，你川普不是皇帝是什么？你不是独裁者是什么？他不喜欢那么听，所以他用了波索纳罗做理由。他不止把美国巴西的贸易完全切断，美国跟中南美洲最大的国家的关系切断，美国跟他的后院切断。倒过来，中国跟巴西去年的贸易额是多少？1900亿。25年前，西元2000年的时候，中国巴西的贸易额是10亿，现在是1900亿。所有的中南美洲国家除了墨西哥之外，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整个在中南美洲的建设都是小心翼翼的，只有前凯港是比较大的计划。上个礼拜又有一个2洋铁路，从前凯港一直接到巴西的大西洋的出海口，开始大计划推动。所以李强见了鲁拉，没有见过这么愚蠢的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后院赤裸裸的丢给了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如此。这是巴西，这里面没提到的是菲律宾。菲律宾多少？本来是17%耶，现在变成20%。菲律宾不是最亲美、爱美，抱着美国大腿，几乎跟赖清德有的比吗？有的拼吗？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你以为我们现在跟美国能拿到多少？我跟你讲，就算拿到20%，你要加15%的税，那个汇率。15%的汇率，新台币升值，哪一个厂能够赚？只有台积电40%以上的毛利，其他都不要做，不要玩了。这就是爱美亲美抱大腿的后果啊！真致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马斯克啊，社群平台出现了一些动荡，他的 X 执行长上任了2年，现在突然说要请辞啊，那他就讲说啊，因为他们现在引进了 XAI，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业章了，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了。那马斯克说，哎，感谢他的贡献，但是外界就解读啊，就说可能是他对马斯克的容忍程度已经到了界限了。那不止如此啊，他的这个 AI Grok 那也出现了大暴走的情况，因为他竟然这个聊天机器人出现了反犹太言论，还赞扬希特勒，还自称自己机器希特勒，所以他们现在暂时关闭它，仅保留图像生成的功能。那川普跟马斯克现在杠到什么样程度？马斯克讲说你不公开这个爱泼斯坦的档案，谁相信你呢？接下来他成立这个美国党，就要把公开这个档案列为最优先的事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司法部长的说法。And what was on that, there was a minute that was off the counter. And what we learned from Bureau of Prisons was every night, they redo that video. It's old, from like 1999. So every night the video is reset, and every night should have the same minute missing. 本来就是川普来势汹汹哦，那但是他对于马斯克来势汹汹，川普对于他成立第3党是说啊，向来是对我有利的。不过呢，他真的是这么样的淡定吗？其实他也有一些动作他现在说这个民主党社会主义的新星呢，这个曼达尼他赢了纽约市市长的民主党初选，他说我可能要来接管纽约要为纽约来做点什么，让纽约再次伟大。所以他现在任何有可能挑战他的人，他是不是都会先下手为强嘞？那这个美国的德州洪灾之后，现在还有新墨西哥州也有洪灾出现，这边的房屋被整栋冲走，至少是3死的情况，还包含了孩童所以现在真的是极端气候的影响。在当地时间周2的时候，新墨西哥州这边就造成了这个1名男子跟2名孩童的死亡，这3人是被洪水冲到了下游。美国地质调查局就讲，当地主要的河流在短短1小时之内的水位暴涨了4.5公尺，是超过了历史的平均水平那真的是极端气候。
CNN 说，这个德州紧急管理部门在2016年曾经拒绝这克里县提出的100万美元拨款申请，那相当于是台币是2924万元，来改善洪水的预警系统。是不是就是因为拒绝了这个没有洪水的预警，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那再来问到了德州嘛，德州现在要灾后赶快来重建哦，后续善后。德州州长呢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对谁该负责进行调查时，他这个回答引用美式足球作为例子，只是每一队球队都会犯错，只有输家才会不断的互相指责。也就是说，现在此阶段是应该赶快处理事情，而不是来互相指责。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马斯克其实他对他企业的管理风格就是非常非常的现实的。他事实上他在拿下这个社群网站 X 以后他事实上把几乎90%的原来员工都赶走。对，他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绩效挂帅，不讲人情。所以呢，这个有人说他当时买下这个网站这个社群平台有一种程度上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帮川普。那没想到最后也变成他自己现在做政治斗争很重要一个工具。他随便一次一个自己上的文都有上百万的这个点击率，非常的高。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未来要跟川普斗争的他除了钱之外X 这个社群平台是他的很重要一个利器。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在整顿，那么把它从一个商业机构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机构。所以他应该是在调整人事，应该在调整人事，因为我一直认为马斯克跟川普的斗争他不是没有胜算，而且我认为他胜算还蛮高的。我认为我不知道在这边讲过，我认为他有很好的政治顾问，因为他一开始定的策略非常可行。怎么可行呢？基本上就是这个2到3个联邦参议员，这个8到10个联邦众议员，这个以他的财力来讲的话，我认为是唾手可得。而且呢，他现在提出来的，比如说他支持拥枪，这个对于共和党来讲的话，就是在抢川普的这个基本盘。那他这个政策的话，不会得到民主党的接受。民主党人不会接受他这种政策，那民主党就会知道说，这个马斯克要抢的是共和党，不会抢我的。既然是这样情况之下，就会跟马斯克合作。所以呢，我觉得他一出手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还蛮有，他不是他有没有政治头脑，而是他的出手看起来起码没有错。那几步路下棋就跟下棋，你看前几手你就知道他是不是能下，他几手下的还蛮强的。不过现在我看了一些在华府的一些这些不是主流媒体华府这个地方很大，它有很多这种私人媒体的这种在圈内传的这些文，反而受到这个关注更多的有几个媒体他们现在在抹黑这个马斯克，说哎呀，他这个比如说他做这件事一定是又嗑药，你知道因为他一直有传言他嗑药，所以呢就变成他会就是说很多事情做得很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人家说他又嗑药，他是吸毒的很严重。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民主政治最后就怎么样，就对他个人的怎么妖魔化去下手，这个对他可能也吧。那他现在是不是要妖魔化川普呢？他也是在妖魔化川普，靠什么呢？就罗利岛。罗利岛这件事情，那个前2天他的这个川普的司法部长就已经出来公开讲话，他说我手上就有一个文章我手上就有一个彻底的报告。因为罗利岛的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在监狱里面是人家讲他突然自杀的。那他说他现在看到所有的说明跟证据，他都不是自杀的。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秘密名单，所以就这一场有关这种所谓的这种形象战已经开打了。那我觉得会很精彩，我会觉得很精彩。那不过马斯克也要小心不过他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什么他嗑点药什么，他甚至他的私生活，我想能够做出来大文章也不多。不过你就可以感觉到马斯克跟这个川普之间的开撕会撕得很精彩。好，邱老师。
我呼应大使的一个说法，我认为马斯克不是没有胜算。就现在来看，马斯克的策略目标是非常正确的，他只想做关键少数，他没有想要争雄于天下。而马斯克现在基础很好啊，因为在大而美法案里面，参议院里面共和党有3个议员跑票，而在众议院里面也有2个议员跑票，明白摆在眼前的就有5个议员，3个参议员，2个众议员。川普是有仇必报的人，小肚鸡肠的人。这5个共和党跑票的议员，他将来会怎么样被报复？政治生命就结束了。现在他们唯一能走的一条路，就是投奔马斯克的美国党嘛，投奔新政党嘛。他反而成为这个政党里面的创始人。而且现在马上即时就有5位的议员在国会里面，他就可以发挥功用啊。例如说，像爱波斯坦的这个案子，明显就是川普的软肋。邦迪的说法里面已经透露出来最重要的一件事：爱波斯坦到底是自杀的，还是他杀的，还是被谋杀的？中间监狱的录影带有1分多钟不见了。有1分多钟不见了，就跟现在看柯文哲的金华城案一样，里面也有录音带突然不见了，录影带突然不见了，而这突然不见的里面的关键就是爱波斯坦的死因啊。所以邦迪现在没有办法查下去啊，因为再查下去的话，很可能就涉及到他的老板啊。所以这是一个川普的软肋。现在如果说马斯克能够利用他的 S 平台，然后再加上如果能够招降纳叛，把国会里面的现有的参议员、众议员挖几个过来，他是可以发挥战力的哦，他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哦。好，等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他不求赢嘛，他在所谓的共和党、民主党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投一个下去，丢一个人下去，这个人的话，只要拿走共和党一部分的选票，共和党就输掉了。共和党一输掉的话，他马上在国会里面参众议院，他就失去了主导的力量，他的席位就不再过半了。这样情况之下，川普马上变成跛脚的总统。一旦川普变成跛脚的总统，马斯克就会跟民主党可以双方可以策略联盟啊，可以做合作啊，合作提出什么对川普的弹劾案嘛。那时候川普的关税案以及他的大而美的法案的后遗症都已经一个一个迸发出来了。那正是川普体质最弱的时候，这时候对川普提出的弹劾案是可以得到民心的，说不定还可以过关了。好，来问杨老师，美国的政治有没有第3党的空间呢？大家都认为大概没有，因为不管是总统、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其实除了2个是所谓独立候选人之外，都是这个2个党均分天下。但事实上，美国的第3党超过40多个，自由党、绿党，那在2000年甚至到上一次希拉蕊选总统的时候，其实都影响到这个胜负。就本来高尔、希拉蕊是可以当总统的，结果因为第3党的候选人参加，那使得小布希和川普当选。马斯克他们做过民调，马斯克自己做的民调不准了。他虽然问了1250万人，也有60%的人支持，但已经民调出来了，有40%的人支持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而这40%里面有70%的支持者是共和党人。因为很简单嘛，在城市的比较温和的共和党的支持者，保守派人，他看不惯川普啊，那怎么会看得惯川普？那现在多了一个马斯克，当然会投给他。但是能不能够在一些重要席次可以？马斯克说参议院2到3席，这个比较难哦，因为每个州参议员只有2个嘛。然后呢，众议院8到10席，我觉得这有空间。所以就是明年呢，共和党的席次会下降。然后呢，马斯克会变成另外一个民众党，不过不要误会啊，因为美国没有这个比例选票，所以他都选出来的。
换言之如果这个成型的话，川普明年之后就会变成跛脚总统。美国不可以搞大罢免啊，我刚刚讲过了，因为国会议员不可以被罢免的。就算你个人犯行只不过是法律的，不可以搞大罢免，美国不可以的。那所以现在你看到德州的这个洪水泛滥，这不就是川普的大而美法案，老天就在马上的惩罚你吗？各位，你知道那个都是小女生的夏令营 Camp Mystic， 它是几十年的历史，在德州是最上层的这些家庭排队好多年，把他们小女孩送过去，在那些床铺上、梁柱上就会看到她妈妈跟她婆婆、祖母都曾经参加过这个营队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圈好，各位朋友好。前大使谢文吉。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个赖清德现在面临到4重考验，最近真的是比较不平静哦。第一重考验，因为汉光演习昨天登场了嘛，那大家都感受到这一次规格拉得特别高又有这个城镇作战，也首次来面对到说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模拟登陆战。那这样结合城镇战，其实北中南的大卖场也要配合做一些避难的演练9号正式展开，那这一次还结合了城镇韧性包含了这个警报的发放、民众的疏散、交通管制、伤患急救，还有灾民的救济这些都要做更实际上面的实作演练。因此，大家真的感受到，好像这个战争感真的是越来越接近了。可是呢，南台湾还在这个丹纳斯风灾的后续重建当中，而且现在还有豪雨继续影响它这个重建的速度高雄、屏东多处淹水，国军呢也必须得要去这个做一些救灾的动作，所以汉光演习两边的这个国军的人就是因此有一点卡住了。再来第3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跟汉光演习同一天，就是昨天中国大陆就宣布了针对台湾8家实体的企业做了一些出口的管制那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稀土而来，像是中研院汉翔都有入列。中国大陆的稀土被定位为说有军事用途，那因此呢，这个中科院跟汉翔他们被列为出口管制，恐怕就很难获得中国大陆来的稀土啦。但是呢，我们的稀土需要量其实是在全球的前5位包含了像是半导体设备还有制程也都需要用到稀土。那未来如果稀土受到影响的话，我们恐怕这些产业也会就是缺乏这个稀土这样的成分可能接下来生产也会出现问题，以及这个关税关税现在目前又公布了新的一波，但是台湾还是没有被列在其中让大家更担心啦，会不会比日韩25%更高呢？我们上回是32%如果还是在这样的区间之间，其实我们又面临到台币一直在升值，对于一些出口产业来讲雪上加霜这该怎么样面对这些考验？赖清德有想好怎么样的解决吗？恐怕是没有再来，川普也是不平静，他到处在点火。昨天有这一则消息让大家非常的震惊还是 CNN 独家公开了音档，就说呢，川普在去年担任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说了这一段话，我们来听一下。Then I'm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but I said the same thing to them. I said, if you go into Taiwan, I'm going to bomb the out of Beijing. He thought I was crazy. He said, Beijing, you'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I said, I have no choice. I got to bomb them. We'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And he didn't believe me either. 对，他竟然说出了炸北京如果北京改犯台的话，他就要炸烂北京。那标题还是这样子说，这个就是习近平听到的时候还当场傻住，还不止炸北京他说他还警告过普丁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就要炸掉莫斯科所以川普表示他说他听了普丁很多满口废言，甚至他说他对普丁很不爽，但是呢，普丁还要继续杀人，所以让他觉得很不高兴。这样子罕见
见的批普丁哦，川普也在昨天突然宣布说要对于乌克兰有武器的援助，是不是又要再度点火呢？你看他这一波的话语，好像就冲着中俄而来哦，是不是要朝着中俄来点燃战火呢？另外，看看这个以色列也跟着唱和，以色列的议员说台湾是国家，这句话触动了这个两岸的敏感神经啊，所以大陆的使馆就奉劝说，你应该要多读点中国历史而不是张口就来。奉劝这一位议员先生睁眼看世界就可以跳出台独势力给你搭建的讯息茧房啊！所以现在看起来真的全球好像有一种奇妙的氛围正在发生当中。那中美的关税战呢，是不是也是有关联呢？就是在关税战要这个谈之前，美国又要开始极限施压了吧？又要刻意释放这些强硬消息作为谈判筹码了吗？那这个卢特尼克即将要访问北京，川普就讲说，我们最近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我们跟他们相处很融洽。不知道他是怎么感觉到的？你才说炸北京这个消息出来，然后但他自己感觉却是很好。卢特尼克呢也说，他即将跟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一起访问中国大陆。那美国另一方面是要全面禁止中国等外国买家来购买美国的农田，甚至寻求要收回土地这是美国的农业部长所说的一番话。那路透社就说，其实美国买家有绕过中国的矿产禁令，洗产地的方式，那为了要买什么？是要买稀土这5个月大概买了3800吨的稀土，是透过了像是泰国墨西哥这样子洗个产地之后，再间接的买到美国去。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税战的角力还在持续当中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赖清德面对的4重考验要不就是根本过不了关，要不就是逼得他丑态毕露。以第一个考验，汉光演习，汉光演习里面这一次的重点就是搞城镇战。可是问题是，如果台海真的开打，有机会打城镇战吗？而如果打城镇战，就像是当年蔡英文形容的，台湾从北到南有很多的水泥丛林，可以在水泥丛林里面打城镇战，这样子台湾人民要付出多大的牺牲的代价？第二个，又谈到这一次台风的救灾，里面暴露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太阳能的光板像雪滴子一样满天飞大家不但要应付来自台风的狂风暴雨，还要担心说什么时候太阳能光板突然飞来，脑袋不见了，命都掉了。而这些太阳能光板以这一次的中度台风，不应该那么容易的就让太阳能光板到处飞它造成的伤害是谁造成的？仔细探究一下，都是绿油油，都是跟民进党关系密切的一些绿油油，呼应蔡英文到赖清德的能源政策所搞出来的光电公司嘛。所以中间存在多少的弊案，但是真正棘手的是第3跟第4个考验。第3个考验，大陆出手啦，针对了台湾的8家实体公司，而且8家实体公司要不就是军工产业，要不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供军工的用途。而这8家实体公司，你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大陆的目的是什么嘛。台湾每一年所需要的稀土93%都是来自什么？都是来自大陆。每一年台湾所需要从大陆进来的稀土量大概就是6000多吨。现在大陆针对里面的军工产业跟与军工产业相关联的企业来着手吧。你看看，现在中科院没有了稀土，它的天宫导弹，它的天箭导弹怎么持续？另外的汉翔公司在
正在进行2个重要的计划，一个叫永鹰高教机，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凤展计划啊，就是在美国的协助下，把台湾原有的 F-16AB 把它升级成类同于 F-16V。那现在没有稀土怎么做呢？另外有2家公司都是无人机的，那标准是被赖清德、萧美琴害的。他们就把无人机产业说，这是台湾要建立的下一个最重要的飞鸿产业链，而且要用无人机来作为对抗中国大陆武统压力的最重要的武器。那这一来，这2家公司不倒霉了吗？不过其中有一家我不点名字了，无聊要死，老板还跑到山里去节目里面侃侃而谈，你不是自己找死吗？另外像是台船，它不是正在做潜艇海鲲号，就是台船出来的，它也在大陆的8家实体要制裁的企业之列呀。中信呢，还有农兴呢，都是搞沱江级的巡洋舰的护卫舰的，这些都成为标的呀。而将来会不会范围再扩大，连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它所用的稀土量都成为被大陆管制的标的。最后一个考验就是针对关税的考验嘛。等一下第2段我有时间再来谈。好，我们来问杨老师。你看了台风汉光演习，呈现的是这个政府赖政府，他在治理层面、政绩层面，真的是经不起一个台风，在整个南部地区绿云经营了多久，然后给大家多少那种比梦比的光电，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你看到后面，当一个台风吹过的时候，整个事实的完全揭露，整个当初得到民进党多少高层的背书，还去做读懂，股票从30多块连续亏了多少年，一下子翻红变成130几块，然后呢，一个台风整个吹掉，他还是说他可以抵抗15级的这个强风。他还说他可以抵抗多少公尺高的海浪，结果呢，全部变成海岸边的垃圾，现在不知道怎么冲，怎么清理。这个赖政府是个烂政府，不会治理，只会夸大。然后呢，你看到的是绿油油不断的在掏空台湾，然后呢，在这个大罢免之前举行一个延长的汉光演习，提醒你，怎么样的紧张？他们说保台就一定要抗中反共，对不起，保台是保人民的生活，是保人民的稳定发展。那两岸的贸易到现在还是最重要的，他不对两岸贸易做任何的指点，但是呢，不断的在挑动两岸之间邀战、挑衅，然后造成危险不安。各位，如果今天这个大罢免过的话，它非但是反民主，我们台湾也没什么好骄傲了。台湾的民主没有什么好骄傲，全世界25个国家有不同的罢免制度，几乎没有可以罢免中央的国会议员。那国会议员本来就代表不同党嘛，不同党就不同针对法案、政策、预算不同意见，怎么可能去集体的罢免另外一个党？这就是独裁，这就是法西斯。英国唯一是可以罢免国会议员，但是呢，他犯刑事案，他财产登记错误，国会制裁他，选区的选民才可以启动罢免他，因为他犯错，个人犯错。美国不可以罢免国会议员，日本不可以罢免国会议员，为什么台湾？所以各位，7月26号要出来投票，不是守住、护住这个要被罢免的立法委员，而是要对赖清德政府投下一个不信任的一票，反对这个赖政府，反对这个烂政府，而它造成了两岸的紧张，未来的这种消耗更难以想象。而你看到它亲美、爆美、
抱着大腿，结果现在呢，什么都送光了，大家还是非常的紧张。接下来关税会是多少？好，来问介老师。这一次汉光演习啊，这个一共是10天9夜，这是几十年来最长的一次。而且这次规模是最广泛的一次，不是只有军队的一次演习，这是民间的一次演习。这里面他说要结合城镇的韧性，要把这些要放警报，然后民众要疏离避难，还要交通管制，还要伤患急救、灾民救济，还有一些民用设施一起被纳入演习的项目，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啊。我们台湾过去几十年是离战争越来越远的，因为我们都当过兵，那时候两岸情势是很紧张的。可是随着两岸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和解的情况之下，事实上的话，战争好像离我们远去了。那为什么这次要这样大张旗鼓的是有人说40年来规模最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两岸关系从蔡英文尤其到赖清德上台以后急转直下。现在说实话，已经很多人过去大家对两岸关系还持乐观看法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悲观，觉得都在讨论到底是2027会打呢，还是2026，还是甚至今年底还有人说就是怎么说呢？就大罢免以后要看台湾的政治情势。那如果说这个民进党拿到了这个完全执政，把立法院拿到多数以后可能会两岸关系就真的很可能兵戎相见所以这些都是我想就显示出，其实赖清德他们对两岸情势的评估也是很不乐观，所以这个几乎是一个准战争的做一种演习了，几乎就是一种。可是我们觉得这场战争里面，其实它最大的不同就是战略战术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过去是我们是希望在境外在这个台海上面或者这个滩头就把这场战争能够进行决战完毕。可是现在这场战争的整个指导思想，这次演习就已经反映出来赖清德他们这一些人的未来两岸战争的指导思想跟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城镇战，第二个是什么？持久战，第三个是什么？是一种全民的战争，对，不只是只有军人，民间的老百姓也一起要投入。所以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我们想起来，那不就是乌克兰现在的打法吗？所以两岸发生战争的话，台湾就是用乌克兰的方式打一场战争，那个民间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会非常非常严重。而乌克兰领土有60万平方公里，台湾只有36000平方公里，那我们会比乌克兰民间付出的代价会比乌克兰还要多出几十倍几十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谁有利呢？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这个两岸战争的指导思想，变成这个现在赖清德他们的指导思想对谁有利呢？绝对对台湾老百姓不利。对谁有利？对台湾也不利，对赖清德也不利，对美国很有利。所以我们到底是为了保卫台湾呢，还是保卫美国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